逼自己1周练完。康菲 UI 视频生成，全198级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6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康菲 UI 视频生成，这应该是抖音具良心的康菲 UI 入门教程了，哪怕你是零基础也能轻松学会。只需一张显卡，你就能免费生成这样的 AI 视频，这就是地表最强 AI 生产力工具 Comfy UIV 9.5破线版。这个大版本的更新，完美攻克软件安装难，工作流报错痛点，全程开源，纯免费，无积分，无任何隐形消费，全系原生中文界面，内置海量工作流与主流模型，整合包解压即用，无脑安装，最低支持1060显卡，一键搞定电影及 AI 视频，高清生图，3维建模，AI 音乐制作。想试试的111，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教老师。那么从本堂课开始呢，戴老师带给大家一个 LTX 2.3的系列视频了。那么这个系列视频呢，主要是对我们现在开源模型最厉害的视频模型进行一些工作流的讲解，包括了纹身视频工作流、图生视频工作流，以及数字人工作流，或者我们会讲到的多图参考工作流，以及我们的首尾声工作流。那么本堂课呢，作为第1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纹身视频工作流和图生视频工作流。当然了这个工作流它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但是对于模型的一个下载呢，这里大一老师可能就不再讲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博主对于下载视频的一个讲解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搭建。那么对于这个工作流的搭建呢，其实我们在讲到 LTX 2.0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LTX 它这种多模态模型在 Comfy UI 里面的呈现方式，主要是由双工作流来进行搭建的。那么第一个工作流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第二个工作流呢，就是我们的视频放大，对吧？那么对于官方的这一个 LTX 2.3 的工作流呢，它其实是直接把我们的图生视频以及纹身视频的工作流嵌在了一个工作流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它因为是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把纹身视频、图生视频嵌在了一个模型，所以它也可以用一套工作流实现2种功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纹身视频的工作流程。那么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官方的工作流它是把这个 prompt 用在了正面提示词框的这里面输入，然后输入之后，它会直接把正面提示词给到我们的 Clip 的文本编码器。当然它上面也会有一个文本指导的一个节点，那么这一个文本指导节点呢，主要是它会里面有一套反推大模型，把你的提示词给反推的更符合 LTX 2.3 这款模型去进行生成。但是我给大家试过了，它虽然会用里面的大模型进行处理你这一段提示词，但是有可能会偏离原先提示词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对你这个提示词可能生成的画面并不是太符合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它对图像的一个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图像的一个处理其实跟我们 LTX 2.0 的那个工作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 LTX 2.0 的工作流它有用到一个叫做空图像的节点，但是这里不需要了由于它可以把纹身视频工作流以及图生视频工作流内嵌在一个工作流里面，所以它这里就直接用了 Reside Image 的这一个节点。那么这一个节点呢，你可以直接通过设置它的宽高去强制限制住我们输入进来的图片。比如说我这里限制的是1280×720，也就是一个9:16的一个宽高。那么这个宽高呢，现在对于 LTX 2.3 这个模型来说，它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我们 LTX 2.3 的这个模型它除了增强了画质表现之外，它另外还增强了就是对于竖屏视频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 LTX 2.0 时代，它的这种竖屏能力是非常差的，对吧？那么 LTX 2.3 呢，它就有所加强了。那么这里也是我们能够设置9:16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给大家试过了其他的一个竖屏效果可能来说还没有那么好，对于9:16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短视频平台也大部分是9:16的一个视频。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它用到了这个 Reside Image 这个节点之后它把图像限制在1280×720，然后再传给了这么一个节点，就是说你把图片的最长边给它调到1536，然后最短边按照等比缩放的一个比例去匹配你1536的这个边。那么为什么这个参数是1536呢？因为我们 LTX 2.3 模型它是在1536一个最长边的情况下去训练的，也不是说全部素材，就绝大部分它训练的素材都是1536的这一个素材。那么对于这个限制到1536之后呢，它会给到这个预处理器，可以看到官方给的参数是18，对吧？那么这个预处理器它有2个作用一个是用于我们显存占用的降低，另外一个呢是提高我们生成视频的一个速度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然后图片处理就交给了这一块，
然后我们前面说到 LTX 2.3 模型呢属于一个多模态模型，所以它必须也对音频进行处理。但这里的音频呢，由于是要它自己生成的，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对于音频的 Component。那么这个 Component 呢，你只需要连接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音频的 VAE，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音频要生成的总帧数啊，音频的每一秒的帧数。那么这里面的总帧数呢，它也是视频的总帧数，那么这个音频的每一秒帧数也是我们视频的每一秒帧数，所以这里已经帮你设定好了。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属于一个 Component 嘛，对吧？那么有同学会问，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文声视频的工作流啊，它有个 Component 很正常，但是图声视频的工作流为什么它也会有 Component 存在？那就要基于我们 LTX 2.3 这个模型的一个特点，它并不是说从头开始生成一段视频，而是通过这种 Component 去先载入的方式去生成一段具有草稿内容的视频，然后再在这个具有草稿内容的视频里面进行修改。那么修改的内容就是由我们提示词以及我们上传的图片进行控制，最后去输出我们的图像。那么这个也是它在这种大体量的模型下减少显存降低的一种方法，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模型的一个加载配置，可以看到模型加载配置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Chip加载器加载的是 LTX 2.3 的大模型，因为这个大模型呢，它属于一个综合模型，它里面把 VAE 以及 UNet 的模型训练在了一起，但是 Clear 的模型并没有哦，所以说用到这个 Chip加载器呢，它主要连出来的线也是我们的模型点和 VAE 点。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 LoRa， 是一个真流的 LoRa， 它能够让我们这一个 LTX 2.3 的大模型变成一个真流模型。那么它变成真流模型之后呢，它在后面进行步数设置的时候，它就可以设置为4步，然后 CFG 呢可以调为1。我们都知道在视频生成的时候，其实 CFG 每增高一点就是增大了它的渲染难度，对吧？因为我们需要对提示词的表现更加完善嘛。当然了，这里有了真流模型的这个 LoRa 模型加入之后，它即使 CFG 为1的情况下，它也能够很好的读取到你的提示词，所以这个真流模型最好是给它加上，这样子它也不会过多的损失掉你原先大模型的一个能力，也能够加快你生成视频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 Audio VAE 的加载。那么 Audio VAE 呢，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节点，叫做 LTXV Audio VAE Load。那么对于这个节点呢，我们也同样的需要再一次的把 LTX 2.3 的这个大模型重新加载进来。当然我们也可以加载 FP8 的，因为它里面我刚刚说了内置的 VAE 吧，对吧？这个 VAE 除了是我们的 Video VAE 之外，也有我们的 Audio VAE， 但是我们需要这一个节点来激发它的 Audio VAE， 不然它默认的就是 Video 的一个 VAE。那么下面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TED Encode， 这个 TED Encode 呢，它是 LTXV Audio TED Encode， 可以看到吧？也就是说，它这一个文本编码模型，它主要是用在哪方面的？用在我们的音频编码的，对吧？它需要音频去识别我们这里面的提示词的文字，然后根据提示词的文字去生成相对应的音效以及我们相对应的一个台词。所以这里会用到 Gemma 3 12B 的这个模型啊，当然这里可以加载 FP8 的，你加载原生的也可以。然后这里面的另外第二个模型呢，也是要把 LTX 2.3 的这个大模型再次加载进来，因为里面的 UNet 有一部分它也是训练入了音频，对吧？那么这些音频素材呢，就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来我们想要的一些提示词内容。然后最后呢，也要加载一个放大的这个模型啊。我们刚刚有说到 LTX 2.0 以及 LTX 2.3 都属于双工作流驱动的模式，前面的工作流生成视频，后面的工作流放大视频。也就是说，在原先我们输入的是1280×720的一个尺寸，在第一步生成视频的时候，它会直接把视频的这些参数都砍半，砍半之后是为了降低我们的显存占用，也是为了缩短生成视频的一个时间啊。当然了，它在第二部分工作流的时候，它就会用这个放大模型把你的视频给它放大回去。那么这个放大回去，其实它也不是放大到1280×720的，它只是说放大到一个16:9的一个尺寸，或者9:16的一个尺寸。那么最后一个尺寸的决定应该是由这个1536进行决定的。你会发现，你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之后，它的分辨率并不是 720P 的，而是1536多少多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就是我们提示词的填写啦，这里刚刚也说到了，最好上面这个不要用，我们就直接大白话的去填写你想要的东西，不然的话你的视频内容会有所跑偏，然后就传给第一个 K 采样器。这个 K 采样器我们可以看到它用的是自定义采样器高级的节点，对吧？它并没有说用到普通的 K 采样器，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调度器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调度器的步数呢，第一步它是一共用了9步生成这个视频，对吧？
他想让这个视频生成的更好。然后这9步呢，它是以这个数字参数的形式进行输入的。那么通过这个数字参数对这种调度器进行微调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一个视频更好的效果。当然这里我们默认使用官方的就可以。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它在第一步把这个视频生成出来之后，它会给到第一个 lenten 接收，然后这个 lenten 接收可以看到它又会再次把它分成 video lenten 以及 audio lenten， 对吧？然后再给到这一个文本引导的一个节点。那么这个文本引导的节点呢，主要是跟 audio lenten 再一次合并，去进行提示词的校对，然后让音频变得更加完美，然后传给我们的下一个节点，也就是这一个再一次连接的一个节点。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LTXV lenten upscale 的一个节点，对吧？这个节点就是对于我们的 video lenten 进行放大了。那么放大多少倍呢？就取决于我们前面这个模型，它是 upscale 乘以 2， 也就是说2倍放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放大完了这个视频 lenten 之后，它会给到这一个这一个主要是用于图声视频的当然这里如果说你把它那个图声视频、文声视频的那个节点进行转换，就是这一个，你把这个打开之后，它就会变成文声视频的工作流。如果你把这个关掉，它就会变成图声视频工作流。那么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个打开，那这个节点我们就不需要再理它了它就不起一个作用。然后最后再聚合我们的 video lenten 以及 audio lenten， 然后再给到第二个采样器进行再次采样，最后进行 DAE 解码，最后生成我们的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的一个效果。首先第一个是图声视频的一个效果，大概生成了9秒，我们从头播放。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视频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然后人物扭曲也不多整体动作也非常连贯，并且我要的特效它也给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文声视频的一个效果。那么文声视频的效果呢也非常不错，我给的提示词是先双手合十，然后张开手臂，有一个巨大的能量球，然后是发射到镜头这边的，但是可能秒数不够，所以它没有发射到镜头这边，但是也无所谓，这样它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对吧？那么这整套工作流呢，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子。那么本堂课呢，大野老师继续来给大家讲 LTX 2.3 的一些妙用那比如这一个工作流呢，它就是一个慢剧的一个生成工作流但这个工作流呢比较小型，大家可以在这个工作流之上去进行一些的修改，就可以变成多镜头的一个慢剧生成。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于4宫格的一个生成那么这里我是调取了 NanoBanana 的 API， 你只需要在这里输入你的角色，然后角色的名称告诉他，然后这个角色2的名称也告诉他，再输入一个场景图，那么它就能够实现一个4宫格的一个输出。那么这里面的提示词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提示词主要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输入的分镜头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固定提示词，在这里可以看到图片1为 X 形象，图片2为 Y 形象，然后图片3为场景形象，对吧？那么你后续如果说你想加入其他形象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加入一个中括号，然后你可以说中括号里面这个图片4是为什么 B 形象也可以，然后呢你把这一个 B 呢在下面改一下，搜索这个 B， 然后替换为角色名字，你把那个角色名字连接进来即可，像我这个一样操作，就有一个文本连接进来嘛，对吧？那么通过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多角色的一个输入然后我们只需要告诉这个文本它的角色名字，它就可以起到一个作用。然后这里有一个文本连接，主要是这一个分镜这一个比较重要由于我们要出现的是4宫格的一个图片，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4宫格图片呢，你需要把镜头1、镜头2、镜头3、镜头4都给到它，然后书写方式呢，你不要学大野老师写这个什么镜头2衔接镜头3、镜头4衔接镜头5这样子，它是不对的因为大野老师本来是想让它给视频生成的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它好像视频倒没有变得更好，但是图片它也生成的不太出来，所以镜头1就是镜头1，镜头2就是镜头2，我们把这后半段删一下，然后镜头4呢就是我们的镜头4，我们看看镜头4在哪镜头4好像被我删掉了那个前缀，但是这里也无所谓你可以把它加一下嘛，对吧？
那么这里呢，就主要是输入你的分镜头了。那么输入完之后，你只需要在这里先去点击运行，它就可以把4宫格的图片生成出来。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单独运行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总的运行，那么它就会一整套流程跑下来，4宫格生成完，它就直接到这里视频生成的工作流，然后把你整个视频给它生成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燕儿，这一字你读给我听一下。关雎。那么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它本来是让它读的，它唱出来了，因为它这个模型训练的时候啊，估计是把这首关雎鸠诗经里面的这个诗歌的一个形式，本来诗经里面其实记载的那些诗词，它就是歌来的，对吧？是要唱出来的。然后这里面呢，它应该是进行训练这些素材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么这里我们后期可以配一下音，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对吧？然后这前面呢，它要调取一个 API 的话，我们肯定要调取一个比较便宜的 API 啊。那么这里我们依然会用到真的 AI 工坊的它这一个调取 API 的方式。那么前面大野老师给大家讲 2.0 的那整一套视频课的时候，也有给大家讲过，对吧？我们只需要拿到一个令牌即可，然后再往里面充点小钱然后再去调取它的 API。那么 API 调取的方式呢，就是根据我们加入的节点来进行调取的。比如说我这里加入的是真 Nano Banana 2，那么它调用的就是 Nano Banana 2的一个模型，对吧？那么这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插件来的我们需要去把它下载一下。我们的 Comfort UI 是没有自带的，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Manager， 然后节点管理，然后呢，在这个节点管理里面，我们去搜真，然后搜出来之后，我们就直接安装它重启的 Comfort UI 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了，没有任何的依赖问题，但是需要一定的魔法，好吧？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大模型的加载，也同样是用到我们的原生大模型，而不是用到 KJ 的因为原生大模型出这种慢锯的效果，它会稍微来说好那么一点可能也不止一点的，我也没有去给大家就是去测过也没有去对比过，反正我一般来说都是用这种原生的。然后这中间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图片处理，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回事就这里生成4宫格之后，我们会给到一个图像分块的这个节点。那么图像分块节点呢，这里参数我已经给大家设置好了，行为2，列也为2，也就是说它会以上面2张和下面2张的方式给它分出来4张图片，那么4张图片就变成4张独立的图片嘛。然后这里会用到获取图像批次的这个节点，给它获取4个批次。第一个起始是0，也就是说它获取的是第1张，然后它只获取1张，那么第1张图片就出来了。然后以此类推，比如说最后的它就获取是第3张图片嘛，然后获取长度是1，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最后一张图片会被获取到，然后全部都传给于在的 image v2 的这一个节点。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去设置它的宽高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把它设置为480×832的这一个宽高。首先呢，我们要确定它的比例是16:9，因为这个是常用的一个比例嘛。然后480×832它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比例不会像1280×720那种大比例，那种大比例它会带来的效果就是你生成这一个视频的时候，它非常的慢，因为这整一套工作流大野老师没有用到那种分辨率斩半的一个方式，如果用那个的话，它的视频生成质量会下降很多，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去用了，我选择手动去输入这个尺寸，然后输入的是多大，那么我们后面在第一步生成视频的时候，它所要采用的分辨率就有多大。那么这样子呢，在一个比较大的分辨率之下，我们视频的质量自然就好，因为我们之前就按输入1280×720的一个尺寸，那么它要给你缩小一半，就变成了640×360，对吧？那么是非常小的一个尺寸的，所以它生成的一些视频你会发现它的眼睛它的手会崩坏掉，但是相对来说480×832这个尺寸它就不会。那么在这里把尺寸设置完之后呢，就要来到我们下一步是图片的一个上传。因为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多图参考的一个模式，才能说是一个生成4宫格之后来一个多宫格生成视频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里的多图参考我们是必须要的这里也是我们上节课有讲到的 LTX-V Image to Video KJ 的这个多图输入的一个节点。那么原生的节点呢，它是只能单图输入的，但是 KJ 把它变成了多图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实行多参的一个功能。但这个多参呢，现在比较火的应该是 SD 2.0 了。那么现在这个 LTX3 也可以做到，大家就说它比较像小极梦嘛，对吧？但是效果上确实也没有 CPU 2.0 那么好，因为训练参数它摆在那。
但是你用这个节点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一点是，你下面这一个帧数你一定要去设置，比如说我第一张图片出来的时候是第0帧，对吧？然后过渡到第2张图片的时候是第64帧，那么第3张就是121帧。如果你原始的把这一个节点召唤出来，它应该下面全是0，如果全是0的话，现在的视频效果肯定是不行的啊，或者说其他的图片它根本就没参考到，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给它设置到一个帧数的一个跨越。那么这里跨越呢，大家就自己去数了。比如说你想要它的第3帧有多少秒，或者第4帧有多少秒的话，就靠大家自己去写剧本、写脚本的时候自己去设定。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那么你随便输入一下，看一下视频的效果也可以啊，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的是，这里的 audio 我们依然是让它自己去生成，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输入一个 audio。当然你也可以输入啊，如果你要输入的话，你可能就得用到上几节课大一老师给大家讲到的那个数字人生成的一个方式，然后把 audio 那一部分处理给它改一下啊，当然也就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它介入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需要自己去调整的，这个稍微来说会麻烦一点点。那么这里呢，我是选择让它原生生成的一个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里要构建一个小的智能体啊，可以看到这个智能体的构建，其实我也是从其他博主那里直接拿过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对吧？给它设定一个身份，然后它输出的格式是用 JSON 的格式进行输出，然后下面的提示词的书写主要就是给到我们前面的这一个分镜头，给到它，然后给到它之后，它会根据你这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提示词，帮你把最后的文案输入出来，然后给到我们的 Clip 的文本编码器。这样子呢，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运镜以及台词的一个匹配效果，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这种视频效果，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就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放大。没错，这里即使是我们前面自己去设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宽高，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同样要进行一个视频放大，因为这个832×480的一个视频尺寸，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现在视频观看来说还是不够的啊，大概就是到标清的一个效果。你想一下，480p 的这么一个效果，你看视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想看了，对吧？非常的糊。那么我们肯定就要用到第2步的一个采样，用到它的 Upscale Render 的模型，给它放大一下我们的浅空间，然后浅空间放大之后，最后输出的我们图片尺寸它会乘以2，大概也就是480乘以2，大概会来到960的一个尺寸，那么就非常的大了，大概就已经接近了我们1080p 的一个视频。那么在这个视频之下呢，其实就已经到达我们超清的一个效果了。然后到达这个效果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看起来比较好的一个视频嘛，至少说，对吧？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图像解码了。图像解码这里大一老师加载的是 VA1 分块解码。那么对于这个 VA1 分块解码呢，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它会拖慢你生成视频的一个时间，但是它绝对不会降低你视频的一个质量。那么好处呢，就是它会降低你显存的一个占用啊，因为我们前面还是说回来，我们因为是自定义设置了一个480×832，那么这一个尺寸呢，可能对于万象 2.2 的模型来说不怎么样，但是你对于我们这个 LTX 2.3 这个模型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了啊，因为它这个模型本来就很大，它属于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模型嘛，对吧？比起万象 2.2 它所占用的显存还是要更高一点点的，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这些全部你都了解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自由的去生成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了。那么这整个流程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因为这里它这个4宫格没有呈现出来，可能大家有点不太相信是能够原生的去把这个漫剧内容给它生成出来的。那么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跑一遍，但这里我好像把它设置成为了固定，我把它设置为随机了。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生成，看一下整套流程跑下来的一个效果，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好，那么现在视频又生成出来了，我们看一下，首先是这个4宫格啊，可以看到非常好，对吧？先从这样，然后滴下水，然后这个先生在教导他，然后他在看这个，可以看到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都有表现出来，对吧？我们 nano banana 非常准确。然后通过这个4宫格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裁切，也裁得非常的好，对吧？然后最后呢，就是一整套工作流下来之后生成的视频了，我们再来看一眼。燕儿，这一字你抖给我听一下。关关雎鸠，在河。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对吧？那个老师傅的对话也可以，只不过视频时长不够，你可以增加一下视频时长。那么视频时长的增加，你可以在这里去调整一下，这里12你改成15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那么本堂课用到的这些工作流模型呢，我也会放在这里评论区，大家只需要靠626就可以带走。
那么如果你觉得大家讲的不错的话，不要忘记一键3连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明白就好。天道酬勤，莫负韶华。那么本堂课呢，大宇老师来教大家 LTX 2.3 的首尾针使用方式啊。那么我们都知道 LTX 2.3 是一款比较厉害的模型，那么大家肯定也会想去探究，如果它拿去做首尾针的话，能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大宇老师觉得呢，效果上来说还可以，因为本来我想拿这两张图片去做 AI 漫剧的嘛，然后这里我想让它连一下首尾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感觉。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有首尾针的一个功能，但是好像还是直接用了剪映那种转场特效一样，对吧？那么效果上来说好像比较一般，但是可能是我的提示词写的稍微来说有那么一点点麻烦了，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它确实可以做首尾针的吧。那么我看了很多其他的博主的一个首尾针的一个演示效果，其实都还算可以，主要还是在提示词的书写上。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修改一下这上面的提示词。那么这里呢，大宇老师是修改一下它的提示词啊，我们来看一下起始针终景，对吧？是描述这第一张图片的一个内容，然后镜头运动呢，我想是以平缓的这个推镜头加环绕，然后从人物的这个全景缓慢推进，然后环绕到男孩背后展示其手中的这种书本聚焦啊，本来是一个连贯的一镜到底的镜头，但是它给我的效果好像不是，也会这样子频繁的去进行切换。然后最后结束针呢，我们也要把这一个图片给它描述一下。所以说对于 LTX 2.3 这款模型呢，最好我们是把起始针和结束针都通过文字的形式将它描述，如果不描述的话，你直接用图1图2的这种形式，可能它就不会很好的去识别到你两张图片。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那么对比刚刚的那个视频直接硬切呢，它有一点点镜头的移动，就是环绕效果呢，然后再切过来，稍微来说会更加的好一点。所以这种一镜到底的方式可能还不太行，当然也有可能你在这前面加入一镜到底的运镜方式，可能它就能够帮你这样子切过去啊。当然这个也是看它提示词的一个识别能力。那么这个大概呢就是我们提示词的一个漫剧切换效果，我觉得效果中规中矩吧，不是说不能用，对吧？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用的话，那么就可以用 LTX 2.3 去做 AI 漫剧嘛。如果说你觉得不能用，就继续用我们的 SD 2.0。当然了 SD 2.0 现在又贵了一点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寻找比较便宜的方式。那这节课呢，大宇老师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 LTX 2.3 首尾针的一个用法。那么对于 LTX 2.3 的这个首尾针用法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用到 KJ 的模型，因为我们要用到的这一个节点 LTX Image to Video Embed 这个节点，它是由 KJ 开发的特定节点。这个节点呢，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个参数去选择我们要输入的图片数量。当然了，如果说你要一次性输入5张，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一次性输入3张，那也可以。如果是3张的话，就变成首针、尾针和中间针的一个控制，可能控制上会更加的准确一点。那么这两个呢是图片的一个权重占比。那么图片的权重占比呢，大宇老师是建议大家都调到1，这样子会相对来说平均一点。当然你也可以说把前面的权重占比调低一点，那么它就会更快的过渡到第2张图片。如果说你觉得它过渡到第2张图片确实太快了，就把第2张的这个权重给它降低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下面的2个对于图像的一个帧数出现的数字填写。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第1张就填0，也就是说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出现，然后第120帧的时候，我们第2张图片就完全出现那么这样子呢，它中间就会有一个过渡的一个帧，它自己会去补充。它一开始把这个节点弄出来的时候呢，它是0和0，那么0和0的一个效果，它就进行不了首尾针的生成，只会说它第一幕可能你确实能看到第1张图片，但是它存在的时间连1帧都没有，它就会跳到第2个这个特写看书的画面。那么这样子呢，它就达不到我们首尾针的一个效果吧。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 KJ 的模型使用。那么 KJ 的 LTX 2.3 的这个模型呢，它就不像我们 LTX 2.3 原生的模型是用 Twinpon 加载器进行加载，而是直接用到 UNet 加载器、VAE 加载器以及我们的双 Clip 加载器。当
那么这里会更加的像我们的万象 2.2 的一个加载方式。那么如果说同学们有去用万象 2.2 的那个模型呢，之前，那么你用现在 KJ 的这款模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这相当于万象 2.2 的官方工作流使用模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双 Clip 加载器，它第一个依然是 Gemma 的 FP8 模型，那么第二个呢，则是用到这个它的开发出来的这个新模型了，大家去使用就行了，它的效果上来说还算可以。那么最后这个放大模型呢，第二步的工作流呢，就自然的使用到我们官方的 LTX 2.3 的这个模型了。那么整体的工作流给大家简单的看了一遍，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啊，它最主要的就是用到了 KJ Node 这一个新节点。那么对于这个新节点呢，我们肯定就要来到 Manager， 然后节点管理。那么打开这个管理器之后呢，我们直接搜索 KJ Node 就可以了。如果你已经下载过这个插件呢，你就更新一下；如果没有呢，你就安装一下就可以了啊，没有任何的什么依赖冲突，我给大家试过了。然后下载完之后呢，你就直接搜索这个节点，把它弄出来就可以。但是这里有一点特殊的是它的图像处理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像处理只是由1张变成了2张而已。同样的，它是跟我们官方的工作流一样，它需要经过一个 reside image 给它限定一下它的一个宽高。这个宽高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宽高它并不是说直接后面使用的就是这个宽高，而是说这一个宽高的比例会被记下来。比如说1280乘以720就是16:9，对吧？那么后面的宽高是多大呢？具体大概是用这个1536来进行界定的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它经过这个1536之后呢，会把最大的边放大到1536，最小的边等比的进行缩小，保持住我们16:9的一个尺寸。然后最后再通过这个预处理器去降低我们整张图片的一个空间占用，也就是说会增加后面的一个生成时间的一个快速性，然后呢也会降低我们显存的一个占用啊，这个都是前面讲过的了。然后传给第一个图片即可。然后下面这一个呢也一样的，把伪真图片也通过这种方式处理一下，然后传给我们的第2份这个图片识别，然后通过我们的 VAE 和 Lantern 的一个形式解码我们这一个图片，然后通过 Lantern 的形式再传给我们的这个联合节点，跟我们的 Audio 一起联合起来，最后给到我们第一个工作流去生成我们的视频。那么前面呢，戴老师给大家很详细的讲过了它这个 Lantern 该怎么样去传输，对吧？然后这里的 Lantern 处理完之后呢，就传给下一个工作流，先进行放大嘛，然后再进行音频的再处理，然后再给到第二个工作流的 K 采样器进行视频放大，最后视频的一个输出，非常的简单的一个流程，对吧？那么这里还有一点我们是需要讲到的啊，就是大鱼老师给你的这个工作流呢，它并不是说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按钮是选择 TED 或者 Video，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选择纹身视频的模式，也可以选择图生视频的模式。当然如果你是手伪真的话，那肯定就是图生视频的模式嘛，对吧？如果是图生视频的模式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关掉。如果你把这个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就跟我们上节课讲到了一样，它这条线它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第2套的这个工作流程里面的 bypass， 也就是说忽略掉这一个节点。如果你把这个节点忽略了，那么它第2步在进行图片再采样的时候，那就会失败。如果失败的话，那你的工作流肯定就会报错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这个前面呢，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提示词的一个书写方式。然后这里呢，大一老师是建议大家严格的按照这种书写方式进行书写，反正你就不要太过于懒惰了什么用图片1、图片2的那种方式去进行描述，毕竟这还是只是一个免费的东西吧，对吧？你用图片1、图片2当然也可以，只是效果上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么为了制作一个更好的视频呢，我们就稍微麻烦一点，也不会怎么样。或者你直接就找到豆包，找到豆包之后，你直接就跟他说图1到图2进行首尾针过渡，帮我想一段运镜提示词。那么这样子呢，它也会自动的去帮你描述一下起始针该是怎么样的，景别怎么样的，然后结束针呢又该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中间的这个镜头运动该怎么样的，然后过渡呢，它也有匀速推进、时长怎么样，对吧？也会全部告诉你。但是豆包推出来的可能并不是那么准确，或者说达不到你想要的意思。比如说它这里只是说到以平缓推进的一个形式
从人物全景向男孩的手部的这个书中聚焦，也就是说它就直接往前推一小段，然后就直接切镜头了。其实这属于一个非常生硬的一个切法，你想一下嘛，一个推进，然后直接一个叠画的转场，然后直接转到他的手上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环绕的话，然后再来一个叠画的一个效果就会好很多，就像刚刚我生成的视频一样，这个都是我们个人脑袋里面的一个想法。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的话，那么你就直接问豆包有没有一些电影类的这种运镜提示词，然后呢它也会自动给你，然后你选择用就可以。好，那么本堂课内容呢其实也有那么多，如果你觉得大宇老师讲的不错的话，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期再见。大宇老师给大家带来 LTX 2.3 的一个实用案例，就是用我们 LTX 2.3 模型去生成我们的数字人。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LTX 2.3 模型呢是在我们开源社区最强大的视频模型了，对吧？那么我也相信在未来许多的这种博主也会围绕 LTX 2.3 这个视频模型去进行多方面的一个开源，将它的生态给补齐。那么生态补齐之后呢，肯定就能得到一些更加强大的功能了。那么除了这种数字人的生成之外， LTX 2.3 其实它也可以多图参考当然纹身视频和图生视频也是不在话下，当然了手尾针它也是能够做到的。那么本堂课呢，我们就对这个数字人的一个讲解来进行这个模式化的分解。好，那么既然要说到我们这个 LTX 2.3 的数字人讲解的话，这整个工作流呢它其实应该分成2份，因为在我们之前学习 LTX 2.3 这种数字人其他的数字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意识到它其实有纹身数字人和图生数字人的这种模式那么这一个工作流呢，基本上就是包括了这2种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LTX 2.3 它是纹身视频和图生视频属于一体化的一个模型嘛，它不像我们万象 2.2 的模型把它进行分开了，对吧？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图生数字人的一个功能。那么图生数字人的功能呢，肯定是先要加载我们的图片了。那么在对于这个 LTX 2.3 的工作流讲纹身视频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它也需要加入一个空图像的这么一个节点，去固定我们最后要生成视频的一个尺寸，对吧？那么这里呢，如果你是要通过图片生成数字人的话，那么这一个空图像的这一个节点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说前面会加入图片上传以及一个 Reside Image V2 的一个节点去设置我们图片的一个尺寸。这里我是设置成了1280×720的一个尺寸，也就是16:9的一个尺寸。但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最后生成出来的这一个图片的质量，或者说这一个视频的质量它并不是1280×720的一个分辨率而是可能会更高这里为什么呢？这里后面会讲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个图片处理为1280×720之后，它要先经过我们这一个图像按系数缩放的这一个节点。那么这个节点呢，前面也讲过了，对于 LTX 2.0 的那个工作流，我们其实是需要先把图片的一个尺寸给它缩小 0.5 倍，对吧？因为它的模型的体量本来就很大。那么我们先用缩小 0.5 倍的这个体量去把我们第一步的视频生成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依靠第2步的一个高清放大去将我们的视频给它放大到一个高清的程度。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说到我们最后生成的视频不一定是1280×720，而只是继承了16:9的一个尺寸呢？是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特定的节点叫做 Reside Image by Along 这一个节点。那么这一个节点呢，就是将我们一个图片最长的边尺寸给它放大到1536的这么一个尺寸。那么为什么是1536呢？我也去查了一下，大概就是说我们这一个 LTX 2.3 的这个模型呢，它是在1536的这个最长边的尺寸之下进行训练的，所以说这一个1536的这一个尺寸能够最大的激发我们模型的一个能力。然后接下来呢，它也会给到一个预处理，那么这一个预处理呢，我给到数值是18，其实它的原始数值呢是33。那么这一个数值是说把我们上面这一个图片1536最长边的这一个图片给它进行一个压缩压缩的这个比例是多少，这里就可以进行一个填写。那么压缩它主要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说在最大限度的去保持住我们图片的细节情况之下去压缩我们显存的一个占用，然后另外一个呢，肯定就是为了降低我们生成视频的一个时间了。那么通过这一个节点压缩完这个图片的尺寸之后你会发现它把这个图片传到哪里？
那么第一个呢就传到了我们这一个 LTX Image to Video 这一个节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传到了我们第二步了这个 LTX Image to Video 节点，可以看到这里用到了2个相同的节点，那么这个节点作用我也会在后面讲到。首先呢，如果说我们要数字人的话，数字人它必不可少就是对于音频的一个上传以及音频的处理嘛。即使我们上传的是音频，那么音频也是人类听得懂的语言，计算机听不懂，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对音频进行一个编码。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音频是怎么样进行上传的。那么这里我用到了一个加载音频的节点，然后这个节点它的好处呢是可以直接在这里设置起始时间以及时长。比如说我这里上传了一段音乐，然后起始时间呢我上传是30，对吧？那么它就会从第30秒开始算，然后往后的20秒它都会帮我保留下来，那么一共就是有20秒的一个时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把它这一个音频给到这个秒数给到这个浮点整数的这一个节点去获取我们的秒数，也就是20秒，然后我们再用这个20秒去乘以25帧，因为我们 LTX 2.3 的这一个模型的话，它去生成视频的时候，在25帧的这个帧率下，它生成视频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默认用到都是25帧了。那么总的帧数呢，就是500帧，对吧？总帧数500帧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给到这一个空 lenten。那么这一个空 lenten 它的主要作用呢，其实就是先生成了一段视频草稿在里面。那么在通过这段视频草稿的lenten 生成出来之后，它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动态效果了。那么这个总长度就是500帧嘛，对吧？然后给到这一个初始的视频效果，给到这个 LTX Image to Video 这一个节点，去配合我们图片的一个融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图片上传了一只小猫，然后它前面本来就给到了一个初始的树叶晃动的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是通过这个模型自己去生成出来的。然后这个视频呢，它会根据我们的第一帧把这个小猫加到这个晃动的树叶里面去，然后加的强度是多少呢？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调节。如果你调节的比较高的话，那么跟这个树叶有相违背的一些元素，那么这个树叶就会被压缩到极短的时间。比如说本来我们生成了这一段原始的视频里面它有10秒，那么你把这个强度调高了之后，可能它就会把这个原始里面晃动的树叶压缩到2帧，那么2帧其实我们人也是看不到的嘛，那么就等于它是完全参考这个视频进行生成了。你也可以继续调高这一个比例去让它更加的对我们这个图片的生成会更加的好。那么由于它前面已经生成了一段这个小视频了，所以我们后面进行图片融合的时候，它就会更加的方便，所占用的显存就会更少。然后我们把视频生成出来之后呢，就给到这一个联合的节点嘛，把我们的视频 lenten 跟音频 lenten 给它结合起来，然后传到我们的第一步 K 采样器进行初步视频的生成。生成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初步合并的视频给它分流出来，一部分又是分到了我们 audio lenten， 也就是音频 lenten， 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是视频 lenten， 对吧？那么音频 lenten 呢，就给到了这一个跟 CFG，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正负面提示词进行汇合，因为我们不知道正负面提示词里面会不会让它说什么台词，对吧？如果会的话，它就要进行校准在这里边。那么校准之后就把音频生成出来吧，然后视频的那个 lenten 呢，就给到下一个 LTXV 这一个节点进行我们一个放大，因为这里有一个放大模型帮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大2倍，然后放大之后呢，我们再输出这一个放大后的 lenten 给到 LTXV Image to Video 这一个节点，又是另外一个。那么这里它又会读取一遍图片，就是它把它配合了严丝合缝，告诉它这个图片里面内容是肯定需要的。然后这里再来第二次，就基本上把前面有的那个树叶内容给它完全挤出去了。挤出去之后呢，我们再用到这一个 lenten 合并的节点，把2个 lenten 合并，最后给到这个 K 采样器进行最后的一个生成，然后再给到我们这一个 VAE 的一个解码VAE 分块解码之后，要来一个清理 GPU 占用，最后就合并为视频。那么这里有一点需要说到的是，由于我前面说到这个数字人它是有纹身数字人和图片数字人，对吧？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就会通过这一个节点进行控制这个节点叫做什么呢？我不会读你直接在这里通过打开和关闭的方式去调节是纹身还是图身。如果是打开的话，就是图身数字人；如果是关闭的话，那么就是纹身数字人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连接的其实是哪个点？是我们这一个 LTXV Image to Video 这一个点，对吧？它连接到是一个 bypass 的这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如果被启动，就是说它会直接跳过这里参考图像的这个节点。那么参考图像节点不存在了，自然也就变成了纹身视频的
一个工作流，那么再配合上我们的音频，就变成了纹身数字人的一个工作流，对吧？那么同样的，它也会把这另外一个线呢连接到给我们下一个 LTX-V Lantern LTX-V Image to Video 这个节点，去让它再次进行配合，告诉它也跳过，那么这里视频也不需要进行参考图片了，那么也就是直接说完全按照提示词的方式去走，那么这样子它就生成出来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纹身数字人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对吧？不管是口型的对准啊，还是动作的一个流畅啊，我觉得完全不输我们以前那个万象 2.1 Infinity Talk 那个插件。因为那一个插件的话，它确实好用啊，它对于嘴型的对准以及动作的一个对准呢，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度都是我们 Comfort UI 里面最强的数字人生成机器，对吧？那么现在呢，我觉得 LTX 2.3 完全就可以取代了啊，因为它已经能到达这种我觉得应该是电影级别的生成。但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最后视频播放完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花木啊，这一个花木就好像一个标题一样走出来。那么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时间的一个限制。如果说你前面的这里调节的话，时长超过15秒，那么这个花木就极其容易的出现。但是如果说你这里它并没有超过15秒，而是刚刚好15秒的话，那么这个花木它也不会出现。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有这个音频上传，然后让它去对口型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一个字幕也会出现，对吧？这个字幕出现，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对不上，对吧？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这个大宇老师也会在后面搜罗一些 LoRa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把这个字幕去掉。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生成相对应的一个 MV 视频，或者说我们的 AI 漫剧也可以用这个去做。只不过我们的 AI 漫剧可能并没有现在 2.0 那么强，可以说直接对于这种分镜的一个分配，但是你如果说你对分镜很敏感的话，去生成一个一个的那种分镜图片的话，你用这一个模型去生成我们所需要的视频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好，那么这一个图生纹身数字人的视频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图生数字人的这一个视频效果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棒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说它效果非常的棒呢？在我们早期的一些数字人生成的时候啊，那个嘴它会就是特别突出啊，它会变得特别大，为了对这个口型，对吧？那么现在呢，这个 LTX 2.3 呢，它就完全内置了这个嘴型对准的一个功能嘛，所以它就不会说把你的嘴给它弄到非常非常的大，而是通过它的原生模型能力去给你做一个完全的面部匹配。那么这样子呢，就达到了它一个最优的一个效果。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免费的数字人生成的一个模式了。那么本堂课的内容呢有那么多，如果你觉得大家还讲得不错的话，不要忘记1键3连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